哦，这个真的超重要的。多重要？重要到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种我们之前聊过啊，很多人都以为茶不好，但其实是没有泡茶没泡好。对啊，甚然至后它就被丢在旁边，你一辈子不去泡它。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茶，然后你就把它丢在旁边了，太可惜了。其实遇到很多的客人或朋友，他们也是说，我家里好多茶，然后但是我每次买，好像在家里泡跟在店里面不太一样。是不是商家帮我把茶换了？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不会是这样，是因为自己可能不太会冲泡的方式了。对，冲泡的方式不太会，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。甚至还有，跟我们买茶的朋友在店里面跟我说，我回家冲泡的会跟你现在泡给我的一样的好喝吗？我会说，可能不会，但我可以跟你分享要怎么泡。对，已经有问过太多朋友在询问我们有关于怎么冲泡茶的方式。没错。对，所以这一个系列是大家敲碗已经很久了。对，怎么冲泡的方式，尤其针对普洱生茶。是。所以说，不管从新手到老饕，反正我们再重新跟大家分享一次新茶、中期茶跟老茶的冲泡方式，针对普洱生茶。对，这是3部曲。是的。那今天这个是第1部，叫做新茶篇。OK。对，大家一起来看。然后想要呼吁一下哦，如果你们去任何一间茶店买了茶之后回到家，发现怎么冲都冲泡不好的话，拜托你不要丢掉它，好好的珍惜它。茶真的很珍贵。你回去那一间你买的地方去问他，到底要怎么样泡，可以跟你一样泡的好喝。可以询问水温，可以询问冲泡器具等等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困扰呢？在茶行喝到惊为天人、好喝的普洱生茶，那买回家自己泡的时候呢，怎么发觉怎么又苦又涩，香气完全没有哦。那问题可能出在第1步，你正在用100度的滚烫水去虐待那些娇嫩的新鲜茶叶哦。他们好痛苦啊！两人一壶茶，聊遍茶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这是普洱生茶冲泡3部曲的第1集，我们专攻1到4年的新生茶。我们只要掌握这个8字真言，8字真言是什么？降温锁鲜，快出闭塞。还有几个关键步骤呢，大家都能在家里轻松泡出一壶好茶，让每一口新茶呢都鲜爽甘甜呐。回甘就像现泡。不要帮人家做广告。在切入正题之前，我们先来定义所谓的茶水比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茶水比的黄金比例是1:20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5克的茶叶搭配100到120毫升的冲泡器皿容量。没错，这个比例呢适用性非常广，而且很容易去调整。新茶的定义就是1到4年。那我们举例3种新茶的茶品形态教大家怎么样来冲泡这是关于普洱生茶的部分。新茶的普洱生茶3种形态，第一个就是散茶，散茶当然是有散茶也 OK， 不然就是开饼后的散茶。第2种形态呢，可能大家也常见到的叫做茶丹龙珠，这是压成紧实的球形。第3种呢，就是压成小片状的，叫做小方砖。我们用这3种不同的茶品形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的冲泡。不管是茶丹龙珠、小方砖还是散茶，都推荐使用白瓷盖碗或是白瓷的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会吸附味道，再来是它可以呈现茶最真实的样子。那新茶它其实带有高扬的香气以白瓷系列来做冲泡的话，可以呈现它这种高扬的香气，香气十足。冲泡水温92到95度。1到4年的新茶呢，我们避免使用沸水。那为什么不要用沸水呢？因为你沸水会烫坏嫩叶，对，然后再来是会导致呢苦涩的物质过度释放，喝起来的口感就不是那么好。收敛感会太重。对，冲泡逻辑，大家记住刚刚提到的8字真言：降温锁鲜，快出闭塞。冲泡方式，散茶。散茶的冲泡方式，无论是用盖碗或者是白瓷壶，大家都要记得，把茶叶置进去之后呢，注水的时候呢，避免直接冲上茶叶，尽量往这个壶或者是盖碗的边缘冲泡。那前3泡呢，记得带10到15秒快速出汤。之后呢，每一泡可顺延5到10秒钟。那重要我们在喝什么呢？喝新茶，刚刚我们聊到嘛，会有香气，要喝鲜爽的味道，对，有花香、蜜香，还有呢它的强劲的回甘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哦，要快出闭塞。茶丹龙珠还有小方砖。茶丹龙珠跟小方砖，新茶的话，我们一样是选择这个白瓷盖碗跟白瓷壶冲泡。那因为茶丹龙珠跟小方砖它算是紧压的，像
沱茶或者是球形茶或者是紧压茶这个部分。所以在冲泡的时候呢，又跟散茶不一样，因为散茶很容易就是可以冲泡出来。对，那小方砖跟茶单浓珠的冲泡方式，我们可以用小小的作弊的方式来冲泡的时候，你茶单放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茶单浓珠跟小方砖它不能完全展开。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茶水比是1:20，但是它完全打开的时候，它会全部的茶叶都会完全展开跟释放它的口感，那口感会非常的强烈，尤其是古树茶。这个部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呢，只要记得它们展开1/3到1/2就好了。哦，第一冲的时候展开1/3到1/2就好，就可以喝了。大概我们抓秒数，大概抓40到45秒，不一定。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容器的状况不一样，好，密度不同，所以我们大概抓40到45秒。自己大家可以用作弊的方式打开看一下下，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出汤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如果白瓷壶呢？大家知道白瓷壶它的锁热性会更好一些，茶水比例不变，但是冲泡呢？可以减少，可以稍微对，不管是第一冲或到后面的陆续的冲泡的次数，都减少个2到3秒，大家还是可以打开来稍微看一下，哦，它有没有完全的展开。补充一个给大家，我们给大家这样子的冲泡时间只是一个参考价值，对，参考值。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太浓的话呢，就减少秒数；如果觉得太淡的话呢，就增加秒数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对，茶其实喝茶其实是蛮直觉的。如果出汤之后觉得太浓怎么办？你可以我们再把热水加到这个茶海里面去稀释它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茶叶一定要放5克吗？以普洱生茶来说，本来茶叶就冲泡的时候就口感会比较稍微浓郁一些。那1:20，我们刚刚讲的黄金比例是一个起点，但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调整。有些老饕我们认识的一些老饕，他们就是7克兑120的水，也有这样的朋友。那很简单，像刚刚也有提过的，如果太浓呢，下次就减少茶量，或者是用更快的时间出汤，不止10秒，也许8到9秒就这样出汤也有。那觉得太淡呢，就稍微增加浸泡的时间。太浓，另外状况就是，比如说这一杯太浓，我们就再加热水加进去兑水，调整自己的口感。所以呢，每个人的口味，每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就好了。你手边的普洱茶是什么年纪？看完这支影片，大家知道怎么样冲泡新茶了吗？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吧。如果觉得这一份冲泡全攻略有帮助的话，请务必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转发给你的爱茶好朋友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一回呢，我们会介绍中期普洱茶的冲泡方式，这跟新的生茶的冲泡方式完全不一样哦。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探索更多茶的奥秘。下一期见，拜拜。